究竟是500碗的北门口肉也厉害，还是台中无忌脆皮肉圆比较脆呢？彰化还有什么传统美食呢？我们一起来吃吃喝喝，创造幸福人生。今天又是美好时光。故事是这样开始的：一早去大家镇澜宫拜拜，准备回程的时候，看到回忆的食物，而且是现烤的。现在清水服务站都是烤好的，所以就会吃不到刚出炉的口感，所以当然一定要来买的。店内当然有卖小林煎饼的其他品项，但我们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来买吊钟烧。一盒10颗总共120元。现烤的超级好吃的，皮薄馅多，有热热吃，真的只能拍手叫好了，还冒着烟，一吃就开胃了，决定回台中吃肉圆。这家肉圆每次经过都像这样大排长龙，实在让我太好奇了。不管内用或外带都要先排队点餐，然后才可以找座位入座窝，吃完再付款的。一开店就立刻要排队的，点了脆皮肉圆和香菇汤。其实我是喜欢整肉圆的，今天来试试整肉圆的内壁，外皮真的炸得很酥脆，加一点粉红色的辣椒酱。内馅有猪肉和笋块，虽然上面写辣椒很辣，但我觉得辣都还好。无忌的脆皮炸的是比较硬的口感，酱汁的口味比较淡一点，辣椒酱要加比较够味。这碗香菇汤很惊艳，很喜欢，有萝卜香菇，美味的主肠，还有这个很有味道的肉条。这碗汤的料真的很丰富，满满的香菇味很好喝。1碗40元，要点起来哦。吃完5集，让我想尝尝彰化北门口的脆皮肉圆滋味了。慢慢散步往北门口，先遇到了庄园糕，居然没人排队，要不要先买起来？当然要快买，所以立刻下单1盒。好的，谢谢。放正面上，看庄园糕制作过程真疗愈。1盒80元，总共有6颗。庄园糕摊位在天宫坛的旁边，手提着庄园糕，好开心，好像解锁了一项任务。走到了北门口民生店了，才是2点多就大排长龙了。内用和外带一样，都先排队点餐才入座的。老板的手真的没停过，每次看到这种生意超好的传统店家，他们根本不需要行销花费。听老板弄碎肉圆的声音，肉圆外皮应该像饼干一样酥脆。好期待的，口水应该要流下来了。排队超过30多分，
但其实大家都吃得很快。老板外 P 图，这个不晓得是什么。这个肉圆是有炸排的，跟台中无极脆皮肉圆同一派别。和彰化另一家阿彰肉圆是有跑派的不一样。阿彰肉圆吃起来是 Q 弹的口感。终于入座了什么和别人并桌的。欢迎我们开吃阿仁的宴。内馅有猪肉、香菇和鸭蛋黄膜。如果你很勇敢，可以尝试喝龙骨髓汤。这碗龙骨髓汤根本是中式布丁。龙骨髓吃起来极致滑嫩，口感像豆花又像脑花，搭配蒸蛋，两者交织在一起，口感完全一致，非常轻盈。这碗金针汤的都是在完全很适合爱吃蔬菜的我。里面也有小肉块，汤头都是偏清淡的口味。荣获3碗推荐，真的名副其实。吃完美食之后，都会想要吃个甜点做完结，所以在路边就吃起先前买的状元糕。还有点温温的，口感是介于麻薯跟松糕之间，一咬下去，天然蜜香在嘴巴散发出来。芝麻跟花生口味都要各来1颗，希望这种传统的美味可以继续流传。下一站往孔庙方向走，在孔庙对面要来买1杯木瓜牛乳，结果也是大排长龙的状况。不过进场速度挺快速的，店内墙上挂着很多和有名人合照，每个桌上都有这个小玩意，是运势占卜球，要投10元。这是早期冰过时和咖啡厅常见的小物。木瓜牛乳一句话形容，真的是又浓又纯又香。当天真的太热，所以多点的1碗绿豆红豆牛乳冰，很道地的传统冰品味道。最后一站要来吃糯米炸。惊讶的是，来卖的都是年轻的妹子们。买了最小包的综合口味，8颗装价格是50元。综合口味的会有4颗芝麻和4颗花生口味的。开吃啦啦啦！
糯米炸不会黏牙酥酥又软软的，带着空气感。花生或芝麻口味的一样好吃，觉得以前人很懂吃。好满足又好幸福的一个下午时光。巧宇一直带楚楚的景象的狗狗。空庙附近还有很多美食，但肚子已经装不下了。来讲讲今天吃的结论和总费用。先说北门口肉圆真的好吃，可惜没吃大颗的。汤比较清淡，金针汤蔬菜量很多，很喜欢。汤和小颗的肉圆都是60元。北门口肉圆的外皮上面酥脆，下面 Q 弹，内馅有香，骨肉块也比较大，含有鸭蛋黄。酱汁很赞，滋味很丰富，拿到3万很应该。下次想试试大颗的，里面有爆干贝。台中五记的外皮是硬脆的口感，酱汁是比较清淡性的。五记的香菇汤一定要点，香菇味在嘴巴散开，各种料会在嘴里各自展现美味。再请帮忙按赞订阅，谢谢。吊钟烧烩，家中烤过后，外皮酥酥的内馅是一样的滋味。庄园高放量之后，多一个 QQ 的口感。来计算一下这2天吃喝的花费。2天这样吃下来真的不贵，而且幸福满满。我还想品尝的有阿三肉圆、孔庙一面交金饭啊，真含有馅料。